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10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以下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马克龙倒向习近平幕后。2019年9月，俄乌战争开始的4个月前，澳大利亚、EU、英国、UK、美国、US 签署以3个国家简称相连为名称的 AUKUS 安全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共享情报、最尖端军事防务科技、互相开放最尖端科技、工业和市场。这个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具有长期深远影响的安全协议，在短期内最大的影响是美国抢了法国为澳大利亚造核潜艇的订单。对于法国来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美国和英国2个传统盟友背后捅刀子，经济利益受损，政治上被抛弃，显然是奇耻大辱。当时马克龙总统幕僚的建议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在美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二，立即倒向中国，对美进行报复；三，与中国开始接触；四，即站在中美之间，获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具体来说，持有第3类观点的幕僚认为，事发突然，如丧家之犬一样倒向习近平，能为正在集中精力准备20大、巩固内部权力的习近平带来什么实质性利益？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换来什么？习近平是否会接纳法国？英美后续会有什么反制动作？这些问题不明确之前，显然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贸然转向，只能等。4个月后开始的俄乌战争为法国的转向创造了时机。战争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成本，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欧洲各国防务成本的持续增加，包括日日走高的通胀，包括从美国那里高价买来的替代俄罗斯输入的能源，很大程度上都由欧洲来承担了。这显然让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心急如焚。马克龙本人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包括面见普京、泽连斯基，以及与习近平保持电话沟通，邀请习近平出面，一同做各方工作。马克龙甚至在开战不久即主动要求访问中国，面谈调解之事。但是众所周知，停战的工作仅仅依靠习近平和马克龙是不够的，而且中国20大之前，习近平优先考虑的显然是内政。即便习近平出手，也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因而马克龙一直没能成行。冷战的终结，马克龙与习近平正在改变世界局势系列之一。本文作者李子君，国际关系学者，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中国官方媒体警告 ChatGPT 狂潮引发市场泡沫。南华早报。中国官方报纸《经济日报》就 OpenAI 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市场泡沫警告。该报由中共宣传部门监督，还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股票波动的监控。某些国内公司的股票在2个月内上涨了 50%。去年，阿里巴巴的科大讯飞翻译应用程序在其股价经历了一系列剧烈波动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除了阿里巴巴、百度等其他中国公司也透露了聊天机器人计划。中国科学报最近也对语言模型发出了警告，称其在道德判断方面具有潜在的腐败性。中国楼市反弹缓慢，行业对 GDP 的贡献下降。南华早报。分析师表示，国有企业 SOE 被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推动力，预计未来几年将占据 50% 以上的市场份额。整个2021年，国有企业约占销售市场份额的 40%。高绩效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强大的资源，包括得益于银行支持的低融资成本。这意味着他们的表现优于其他类型的开发商，这导致了销售业绩的分化。近日，中国房地产咨询公司 CRIC 确定，2021年前5名国有土地买家购买了 60% 的可招标土地。相比之下，2022年私人开发商的融资额下降了 66%， 降至7年来的最低值。乌克兰最新消息，文件泄露迫使基辅改变战争计划。独立报。据接近 Volodymyr Zelensky 的消息人士称，据报道，在最近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后，乌克兰改变了一些军事计划。秘密文件显示，除其他情报外，该国的防空系统将在数周内耗尽导弹和弹药，从而增加来自俄罗斯的潜在空袭的风险。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战争仍在继续，以巴赫穆特为中心的战斗仍在吞没该地区。这座城市堡垒已被俄罗斯支持的军队围困数月，
这场战斗已成为乌克兰战争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役。中国已重新对游客开放，困难是如何到达那里？纽约时报：中国向外国游客全面开放边境的决定尚未产生影响，因为那些寻求与朋友和家人团聚的人正在经历高昂的价格和缺乏直飞航班。旅客短缺的原因是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中国的航班速度缓慢，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线受到限制，而欧洲航空公司继续避免航班，很难找到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直飞航班。大多数国家地区仍然强制要求提供阴性 PCR。随着中国边境政策的突然变化，签证处理也出现了问题，护照续签仍然很困难。然而，复苏的萌芽是显而易见的 ，Swish、泰国和埃及的团体假期预订量增加，而中国为外国企业重新参与最近的发展论坛铺平了红地毯。中国似乎模拟了对台湾的第一次航空母舰打击。CNN 据称，随着围绕台湾岛的军事演习继续进行，中国海军首次对台湾进行了舰载机打击。在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对中美洲和美国为期10天的访问，并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后的第2天，北京开始了演习。台湾国防部周一报告说，4架 J-15战斗机已越过该岛的防空识别区。J-15是为北京不断壮大的航空母舰舰队而开发的。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演习期间，记录了80架固定翼飞机从中国航母山东舰起降。周一的演习集中在海上封锁和对敌方纪驳船只的有针对性的伏击袭击上。2名著名的中国民权律师因颠覆罪被判入狱10多年。CNN 维权律师许志勇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4年，而长期合作伙伴兼维权律师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被判入狱12年。冗长的刑期令他们的支持者感到震惊，团体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徐在2021年早些时候发表声明，宣称民主中国必须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我们不能让下一代背负这个责任。徐和丁在2019年12月参加活动同胞聚会后被中国当局拘留。中石化承建西气东输绿色输氢管道。路透社根据官方媒体的公告，中国石化正在开创中国第一条西气东输绿色氢气传输线。这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将建设400公里长的管道，将利用内蒙古可再生电力通过水分子分裂产生的绿色氢气输送到北京。国有的中石化是中国最大的氢生产商，此前于2021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启动了绿色氢工厂。他宣布计划在2021年建设一座年产3万吨的绿色氢工厂。巴基斯坦逮捕反华激进分子。日经亚洲，巴基斯坦声称已经逮捕了一名反华俾路支分离主义激进分子的高级领导人古尔扎伊马木，也被称为山贝。此举希望为北京在该地区的利益提供更大的保护，并影响与伊朗的外交。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BRI 的一部分，北京正在向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数十亿美元，其中包括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 CPC， 但该计划也因缺乏透明度和当地民众的不满。BRI 等分离主义运动以中国工人为目标，承诺对该省的 CPC 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更多攻击。为了确保中国在俾路支省的利益，巴基斯坦增加了军事措施。上市新规下首批新股上市首日激增。金融时报在新的简化上市制度下的第一批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许多中国公司的股价飙升超过100%，导致金融专家呼吁对中国的股权融资规则进行更全面的改革。在这10只新上市公司中，涨幅最大的包括电子产品分销商深圳中电港科技，其股价上涨了239%，而国有电力集团陕西能源投资通过 IPO 筹集了11亿美元，其股票涨幅高达239%，为84%。新规则允许中国公司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而无需事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并取消了 IPO 价格上限和首日涨幅上限。然而，金融专家指出，周一上市公司的3位数收益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称该制度仍处于国家大力监督和控制之下。中国科学家找到恢复人体抗癌细胞的方法。南华早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个团队揭示了肿瘤细胞中一种以前未知的逃逸机制，使它们能够在免疫系统的自然杀伤细胞中存活下来。虽然人体的 NK 细胞可以在早期发现并杀死癌细胞，但迄今为止，晚期肿瘤细胞已设法避免被这些操作人员检测到。中国团队现在发现，在抗击癌症中非常重要的自然杀伤细胞可以利用它们的膜突起与目标细胞形成相互作用。然而，这种能力在晚期肿瘤细胞中丧失，可以避免被 NK 细胞检测到。使用针对鞘磷脂酶的抑制剂，突出物得以恢复，并具有识别和杀死细胞的能力。鞘磷脂酶有助于细胞消化鞘磷脂的重要膜成分。大众汽车旨在通过海南新学院填补中国电动汽车人才空白。南华早报，
大众汽车与海口市政府、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机构合作，在海口市启动了大众汽车学院中国海南中心。它将致力于为电动汽车行业培训和培养本地人才。这是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150亿欧元、163.4亿美元电气化计划的一部分。这家汽车制造商的目标是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 NEV 行业中获得更大份额，并将在新学院致力于开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国家的目标是到2022年20%的国内汽车采用电池驱动，因此对人才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学院将帮助开发一个培训系统，让学习者了解新能源技术课程的热点问题，同时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新能源技术课程，而导师将学习新的教学方法。阿里巴巴支持的商汤科技推出中国最新的 ChatGPT 竞争对手彭博社。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商汤科技展示了2款新产品，作为其进军人工智能生成竞赛的一部分。SenseTime 以其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并得到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在内的公司的支持。该公司展示了大型人工智能模型 SenseNova 及其 SenseChat 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可以使用文本到图像的功能进行响应，将外行的英文或中文问题翻译成计算机代码。商汤科技表示，该模型还可以帮助修改和检查代码。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他预见到未来人类程序员将承担20%的 AI 开发工作，而人工智能将承担剩余的80%。徐在上海的一次活动中展示了这些产品，该活动还展示了其他发展，包括一个新的生物技术实验室。然而，商汤科技目前在美国的制裁下运营，限制其获得资金和技术，而拜登政府则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使用的芯片进行了限制。中国称有关缅甸岛上间谍战的报道是无稽之谈。彭博社，中国否认了印度关于他参与在孟加拉湾一个偏远岛屿上建立监视站的报道。据报道，印度政府与缅甸分享了卫星图像，以支持其声称北京正在协助在印度洋可可群岛建设监测设施的说法。缅甸拒绝了这一说法，中国称该报告纯属无稽之谈，否认是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因有争议的边界而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寻求外资，特斯拉将在上海开设电池工厂。华盛顿邮报，特斯拉将在上海郊区临港开设一家工厂，生产其 Megapack 大型电池，每年可生产1万个 Megapack， 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莱斯罗普的另一家 Megafactory 的产量相当。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一条推文中表示，上海工厂将补充加州的生产，每个 Megapack 可以存储足够的能量为3600户家庭供电1个小时。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一些供应链停止之后进行的，因为中国的工厂在严格的零 COVID 协议下关闭。美国海军在中国军事化的南海岛屿附近航行。CNN， 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已在南中国海美几礁12海里范围内航行，而中国军队继续在台北附近进行大规模演习。美几礁由中国、台湾和越南在南沙群岛的邻近岛屿的控制下拥有主权。中国在美几礁建设军事基地，导致美国等国指责中国的行为违反了海洋法公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称，米利乌斯号航母的举动是非法闯入。意见：马克龙的台湾评论时机不当，但确实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澳大利亚时代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避免卷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任何台湾冲突。这一立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引起了焦虑和愤怒。马克龙的观点强化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看法，从而破坏了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马克龙可能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但他的外交政策有时会偏离目标。去年误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意图就表明了这一点。法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受到历史上声誉不佳的法国情报部门的阻碍。马克龙对台湾有争议的评论表明，他的言论支持中国的言论和时机，但他们也无意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许多国家在保卫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战略模糊，宁愿不清楚如果中国入侵，他们是否会保卫台湾。中国的 ChatGPT 会是什么样子？南华早报，中国对微软支持的初创公司 OpenAI 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的道德问题表示担忧，这似乎促使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在微信上，第三方应用允许中国人体验 ChatGPT 后就被禁止了。该国最大的社交媒体网络表示，他担心该技术如何被用于犯罪和传播谣言。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也担心 ChatGPT 会产生虚假信息。香港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等学校已禁止学生使用该工具进行课程作业。阿里巴巴一直在测试自己的 ChatGPT 竞争对手，而腾讯也在探索大型语言模型及 ChatGPT 背后的技术。
腾讯的竞争对手网易和游戏开发商米哈游正在探索在视频游戏中使用对话式人工智能，而即使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如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也正在迎接挑战。目前尚不清楚在严格审查控制下的中国将如何开发 ChatGPT 替代品，以及中国的生成人工智能最终会是什么样子。但许多人认为生成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TikTok、Instagram 的影响者可能很快就会拥有自己的白宫简报室。南华早报，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府正在商谈为社交媒体影响者提供专门的简报室，因为它旨在加强其在年轻人和其他利己人群中的信息传递。据谷歌称，这些可能依赖一系列平台的影响者的作用可能尤为重要，因为该国近 40% 的 Z 世代选择 Instagram 和 TikTok 而不是谷歌搜索。这些简报还可能是帮助拜登在2024年可能的连任竞选之前吸引年轻选民的一种方式。据报道，白宫已经部署了4名非竞选团队成员与有影响力的人和独立内容创作者建立联系。他以前使用有影响力的人来鼓励年轻人接种疫苗。北京军报称，在演习中不能指望美国保卫台湾。南华早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报称，保卫台湾不能指望美国。文章指责美国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棋子，并警告美国使用险恶手段推动军事行动。解放军报纸的评论是在模拟导弹袭击以及在台湾附近部署战机和舰船以提高解放军战备状态之后发表的。北京还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于7月31日会见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发起了军事演习。面对北京声称这次会议可能导致果断而有力的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国会是一个平等的政府部门，能够独立计划履行。由于技术需求不温不火，台积电连续第2个季度销售失利。彭博社，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商台积电 TSMC 连续第2个季度未达到2019年第1季度的销售预期，表明全球电子市场持续疲软。第1季度收入为新台币5086亿元和167亿美元，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新台币5255亿元。3月份的大幅放缓导致了这一失利。这一失败表明，尽管利率上升、通胀飙升和银行业危机等政策，芯片行业尚未触底反弹。台积电依靠全球对各种品牌产品以及计算机制造商的需求来保持其健康的销售，但全球销售下滑。据报道，台积电已将2019年的资本支出从去年的363亿美元削减至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并预计2019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将下降个位数百分比。被香港政策吸引的富裕家庭看准大湾区机会。瑞银，南华早报，瑞银 UBS 和香港的亚太区财富管理联席主管 Amy Low 表示，香港的新举措导致越来越多来自中东、欧洲和亚洲的富裕客户希望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CEO。 他表示，投资者尤其看好大湾区的机遇。香港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例如改进的投资移民计划、税收优惠和机场的艺术品储存设施，以促进该市成为家族办公室中心。这些政策涉及与家族办公室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投资、艺术和慈善事业。北京在美国芯片战争中继续进攻时，谨慎选择目标。金融时报，继去年10月美国对中国出口芯片和设备实施管制后，中国对美光科技的调查是一个明显的目标。然而，业内人士表示，对美光的商业影响将是有限的。Bernstein 高级半导体分析师 Mark Lee 表示，这些芯片很容易被非美国供应商取代。在中国没有相当于美光的。调查表明，中国科技公司需要采取长期战略方法，从美国供应链转移。观点：中国可能不再需要西方技术了。彭博社，中国公司已成为世界上研发支出最大的公司之一，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继续依赖西方技术的质疑。彭博整理的数据显示，华为、字节跳动、腾讯和阿里巴巴均跻身全球研发支出前25名。上榜公司中有11家位于中国，但亚马逊、Alphabet 和 Meta Platforms 位居前3。美国和荷兰对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及其制造技术实施了新的限制。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研发支出日益重要，这使得北京不太可能同意西方的技术转让条件。与中国的调情不会动摇沙特与美国的婚姻。彭博社，尽管人们担心石油减产和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中国和伊朗的外交接触会削弱关系，但侯赛因、伊比什认为，美国与沙特的伙伴关系仍然基本健全。两国都明白合作带来的好处，包括遏制和威慑伊朗的必要性。美国也看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的价值。只要沙特阿拉伯不采取可能给中国提供不当战略立足点的行动，并避免采取挑战该国与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该联盟就可能保持稳健。中国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华盛顿邮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
中东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未来几年都可能发生转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外交访问，引发了关于北京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讨论中作为稳定外部力量的作用的对话，同时为欧洲领导人提供了维护独立性的机会，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意义。拜登强调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中国通过新的安全和文明政策推动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和普世价值理念。中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其特点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型支出项目，有可能为美国和欧洲造成的权力真空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建立一个平衡北京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世界秩序。这给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带来了风险。该秩序目前支持自由价值观和民主。中国经济放缓如何伤害世界？外交事务。中国依赖就是能源和排放密集型投资来推动增长，这可能会阻碍其实现气候目标的能力。近年来，随着增长放缓，该国在管理经济方面采取了更加中央集权的方式，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工资上涨和社会富裕威胁着可持续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的急剧下降，经济中资本投资增长放缓，生产率增长已经回落到低水平。该国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是人口结构、资本投资和生产率。如果中国不接受经济改革并坚持旧式的能源和排放密集型投资，其脱碳努力可能会受到损害，从而难以实现到2030年更广泛的排放强度目标。中央集权主义的方法可能需要在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里，努力维持房地产泡沫和其他行业，以牺牲家庭和其他储户为代价重组堆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并限制对未来增长、创新和价值的投资。如果中国重新接受改革，中期增长将放缓，但随着2030年的临近，可能会回升至 4%。由于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绩效受到影响，中国对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的依赖导致其偏离预期轨迹。由于能源强度降低停滞不前，中国正未能实现预期轨迹，而今天的微小降低提醒人们，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尽管中国官员承认这种下降，但北京一直在降低能源强度目标的重要性。推迟改革并依赖旧模式，再过5年将使中国难以在2030年之前实现其更广泛的排放强度目标。无论宏观经济情景如何，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可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如果中国超越历史能源强度趋势，并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中的整体份额，则可以实现到2030年将碳强度降低 65% 以上的目标。然而，国家主义方法会将中国锁定在较低的增长轨道，从而它的经济能源效率较低，同时在减少排放方面做得很少。这一切都由重工业和对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支撑。中国中小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以缓解利润率压力。彭博社。在政策制定者多次降低贷款利率开始影响利润率之后，继去年大型银行采取类似举措之后，规模较小的中国银行也降低了定期存款利率。河南和湖北省的农村银行将存款利率降低了多达45个基点，之后他们将为1年期存款支付 1.9% 的年利率，低于之前的 2.25%。规模较小的银行支付的利率仍远高于 1.5% 的基准。中国人民银行出人意料地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以向银行提供更多现金，以帮助降低融资成本。然而，净息差下降意味着盈利能力微不足道。尽管 OPEC 加减产，沙特阿美仍将向亚洲全量供应。消息人士，路透社。消息人士称，尽管最初计划将产量减少50万桶每日，沙特阿美仍将向几个北亚买家供应定于5月装载的全部原油合同量。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上周宣布，他与盟友在5月达成了额外减产协议，在2020年剩余时间每天减产116万桶。市场观察人士猜测，减产计划可能导致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市场亚洲的供应趋紧。随着亚洲几家炼油厂从5月起关闭原油蒸馏产能，包括中石化、韩国 S Oil Corp、日本博二制油和出光兴产，该地区的石油需求预计将在第2季度减弱。然而，据报道，一些投资者看好中国石油需求的复苏，并预计全球石油市场将在2020收紧。台湾称中国军演与回应佩洛西不相上下。彭博社。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中国对蔡英文总统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面的反应，与他的前任南希佩洛西去年访问该岛后的海空打击类似。截至4月10日，台湾在该岛附近发现了59架中国飞机和11艘海军舰艇。去年佩洛西访问后，中国在6个禁区进行了空中、海上和导弹演习，引发了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呼声。泄露的美国情报报告说了什么？纽约时报。美国情报文件被发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让人质疑是谁泄露或黑客入侵了这些文件，以及这些物品的价值。FBI 官员正在努力调查泄密或黑客攻击。目前尚不清楚是谁修改了这些报告，
以至于其中一些内容夸大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死亡人数的估计，同时低估了自2014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军队的杀戮人数。证据表明，这些文件源自美国境内的泄密。这些披露提供了关于美国情报部门对俄罗斯安全和情报部门的消息灵通程度的新见解，可能会破坏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演习的理解，并揭示美国最了解哪些俄罗斯机构。材料的泄露可能使莫斯科有机会切断其信息来源，并损害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网络钓鱼诈骗被认为是最近备受瞩目的黑客事件的原因之一。如果内部人员是安全方面的薄弱环节，那么泄密也可以这样说。还有人提议引入一项政策，将有关美国部署的信息限制在30天内，以挫败黑客进行长期规划的努力。美国军方将文件打印出来阅读的明显习惯，可能部分解释了泄密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降低黑客侵入查看人们屏幕的风险，并防止他们破解加密薄弱的无线网络，五角大楼去年禁止在所有非机密系统中使用便携式存储设备，包括 U 盘。该禁令在美国军方中引起了轰动，但它应该是为了防止内部人员将文件复制到便携式设备或建立私人网络以获取信息。中美竞争对印尼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的税收影响。南华早报：由于美国的清洁能源立法，印度尼西亚可能会转向中国，这可能会阻止该国的电池制造商获得税收减免，从而推高成本，并促使印度尼西亚在其他地方寻找贸易和投资机会。总统佐科维多多希望该国到2027年成为世界3大电池生产国之一，这需要福特和特斯拉的参与，但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中的2个标准提出了挑战。该法案要求 40% 的关键电池矿物必须由自由贸易伙伴加工，并且1半的电池组件必须来自北美。印度尼西亚正在努力满足可能被证明成本高昂的标准，同时与中国等供应商争夺电动汽车市场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印度尼西亚庞大的镍储量可以确保其在电动汽车供应链中站稳脚跟，但分析人士表示，缺乏环保措施将继续成为其镍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障碍。在外交上，该法案可能会将印度尼西亚进一步推向中国，因为大韩民国在该计划中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一直在游说将集团伙伴纳入税收计划。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